孩子会不会一遇到挫折就生气？孩子会不会一做不好事情，然后就在那边生气呢？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一集啊，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因为太多人问我这种刚学写字，然后在学写字，然后写不好就生气，然后呢小一点的有那种袜子穿不好就生气，积木盖不好就生气，很多事情做不好的时候就直接生气。然后啊，下午有妈妈说5岁的没有办法弄好，然后他就会生气就会哭。然后呢，也有7岁的爸妈说7岁依然这样哦，然后也有10岁的说10岁全中，哇，那中全中的一定要来听，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孩子有这种类似，我先说类似，我先卖个关子，因为我只能说类似，好，类似挫折容忍度很低的这种现象。那我必须要讲哦，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不只是挫折容忍度低哦。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小新这种小朋友有情绪失调的状况，所以一定要听完这一集，不能不管他们从小的时候就会做不好就生气，我们不要误以为这只是一种爱生气或者是脾气差而已哦，小心情绪失调。我今天要从大脑的角度，从教养的角度，从行为的角度来跟所有的家长来解释这一集，然后后面呢、我还有各个年龄层，这一种遇到挫折、事情做不好就发脾气的小朋友该怎么教？所以你一定要听到最后面，好不好？好，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小孩都这样子啊 ？Hello， 晚安。好，秀仪妈妈晚安。Joanna，Hello， 陈小凡晚安，都有看到你们。Stacy 有看到，好，来，怡珍妈妈晚安。好，然后龚婷婷还有蔡家军妈妈晚安，有看到你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孩子常常有这种类似做不好就生气、就发脾气，然后呢很易怒？他的易怒，我们今天讲的易怒不是一般的生气，我们今天的易怒是这种，我们今天的生气是要谈的是这种做不好，不管哪一个年龄，3岁有3岁的，5岁有5岁的，7岁有7岁的，12岁有12岁的，就是东西做不好的时候，然后就容易生气嘞。好，来小卢妈妈 ，Hello， 晚安。好，之余 ，Hello， 我们都点名。好，丽丽妈妈晚安。都来听。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也是有没有2岁就是为了玩积木玩到很生气。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啊，很需要帮大家厘清一下，到底是脾气差还是情绪障碍，还是情绪失调等等的。因为很多妈妈都问我说，直接问我说，老师这样到底要不要看医生啊？老师这样到底要不要去找谁啊？然后这样到底有没有关系啊？那我练了半天的时候，然后其实也都没有差，也都没有用。好好跟他讲，他也讲不听啊。好，我们先来看看哦。好，孩子常常遇到挫折就生气的常见行为。好，来看看有没有中哦。遇到挫折就生气，直接生气的10种行为。第一种，好，遇到挫折很容易放弃，带有情绪又容易放弃。第二个，你才会常常觉得这一群小朋友啊，说不得，不能被说，然后一讲他的时候就会生气。这个也是每一天好多家长都在跟我抱怨的问题。好，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一讲他就生气呢。好，然后再第三个，常常生气父母，然后怪别人。第四个，不能被拒绝，被拒绝会崩溃。第5个，事情一做不好就生气。事情做不好就生气。第5个，这1到5你们小朋友中几个？好，有从全中的吗？好 ，Emily 全中。好，来，露露说从2岁半到现在3岁多，很特别容易生气，很凶。好，很凶。好，对，你看。好，那个 Sarah 你就说3岁小孩袜子穿不好就生气，你看这就是我讲的啊，为什么做不好就用生气的呢？好，然后再来第6个，挫折容忍度很低。第7个，做事情常常不能坚持。第8个，做不到也不会想办法，他在那边哭或者是在那边生气，然后等人来解决，或者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宕机在那边。好，来这个太多了。然后再来第9个，情绪上来的时候都听不进去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在跟他好好讲，或者是我们在教他什么方法的时候，告诉他怎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群生气的小孩通通都没有用。你有没有发现通通都没有用？好，所以这是第9个。第10个，都用生气的都不能好好说。都不能好好说。好，380位爸爸妈妈了。好，来再更多，我也欢迎在寒假期间的时候，
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听，因为老师等一下要教亲子沟通法。好，那我会教爸爸妈妈怎么样跟你们沟通，我会教你们自己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怎么样控制自己的生气虫虫，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不要太一下子就爆炸。我觉得这个直播，我觉得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然后一起来探讨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先看哦，我今天要讲既然叫做脑科学教养研究所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一个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只有跟行为有关，我们发现是跟大脑有关呢。好，跟大脑有关呢，我们来看看老师整理的这一个表，好，这个相当有趣。好，你经过我的解说，再难的大脑知识啊，你都可以觉得说，原来是这样子啊，哎呀，我错怪孩子了，原来孩子是有这些东西的问题呀。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脑科学知识里面去研究，那怎么沟通？要怎么样陪伴他们？我不是常常在讲吗？陪伴也要有方法，你们同不同意？陪伴也要有方法，你们不能一堆专家都叫我们说一定都要陪小孩啊，我们也陪了啊，可是我们陪的是生气小孩呢，我们陪的是每天都要气噗噗的小孩呢，我们陪的是我们陪他玩的时候，但是他一玩不如意的时候，或一不行的时候，然后他就生气了，那这个时候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常常在强调说，我的教养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陪伴也要有方法。当我们了解这些方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教孩子还有跟他们沟通会比较轻松。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好，来，所以你必须要我帮你整理了以后，你听完了以后，所以我就说每个礼拜四的晚上10点一定要准时来听，因为这些影片明天、后天、大后天就真的都不见了。那你也找不到了，那这不是很可惜吗？你看，做不好、易怒、爱生气，大脑是一种大脑情绪失调，跟3个很重要的大脑的一个区域其实是有关的。一个叫做腹内侧的前额叶，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它处理的是什么？它处理的是，就是说，当一个孩子有挫折事件的时候，譬如说积木盖不好啦，鞋子穿不好啦，衣服套不好啦，东西没摆好啦，写字的时候，然后就是写不好啦，然后出来的东西不对，然后呢，他就很挫折。好，这个地方啊，过度活化的时候啊，就会让孩子在挫折的时候啊，先打开这个地方，结果孩子不会去想办法。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慢慢在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我们希望教出来的孩子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想办法，你说对不对？可是脑科学里面的发现什么？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这里过度活化了，结果他先处理了那个负向的情绪，结果没办法想办法，停在那个情绪，没办法想办法。好，所以这太有趣了。讲完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教了。好。不讲的话，你们就没办法看这些科学常识，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其实还蛮科普的啦。那这些科普的话，讲给大家听一遍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所以原来是这样。好，再来，还有一个大家常听的杏仁核嘛。杏仁核阿米达，这个处理负向情绪的这个杏仁核的这个部分啊，它负责的是社交线索解读错误。什么叫社交线索会让小朋友解读错误呢？原因就是孩子可能会误解别人的意思，误会这个情境可以做什么。然后呢，简单讲，譬如说你没有在批评他，他也觉得你在批评他，你只是一个负客脸，他也是觉得说你是负向脸，你也是在怪我，你也是在说我不好等等的。所以杏仁核过度的活化跟过度的解读，会引起更多负向的情绪，这可能就是孩子变得很挫折。易挫折，然后易挫折以后的下一步就变成易怒。易怒是谁处理的？杏仁核过度活化。好，解读人家是不对的。解读人家的意图，解读人家的话，了解背后的意思，了解姿势跟表情、情绪是错误的。好，500位爸爸妈妈，好，来，希望你们都得到一些知识哦。好，陪伴对嘛？Alice 说陪伴一定要有方法，不要只有陪伴而已。陪伴有的时候陪得好累，那这种陪伴很没有品质的陪伴呢？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陪伴有了方法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好轻松。然后呢，我们不会误解孩子，我们会去找方法，我们会去想想看，听过王老师讲过的哪一集，原来是怎么样沟通。好，所以
不用打孩子啊，也不用用吼骂的，然后常常都用这种方式，有时候要用的是严肃。用的是严肃。我其实，在上一篇我有讲到，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好，杏仁核第3个位置叫做腹侧纹状体，这个在我们过去比较少提到。那腹侧纹状体它处理的，它主要功能是在奖赏正向的回馈，好，那在这边有科学家发现，如果在这边有一些状况的话。孩子会对于奖赏有错误的预期，他本来预期他会成功的。我举例来讲，我在穿一个袜子的时候，我的纹状体已经告诉我，我的腹侧纹状体已经告诉我说我会成功，或者是呢，我在盖一个积木，我在写一个字。我在学一个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腹侧纹状体的时候会告诉我说会成功哦，好，会有正向的回馈，告诉你会成功。可是问题是，他预期错误，他过度预期了，觉得自己可能很厉害，一定会达到目标，结果最后不行，造成了内在的挫折，所以你看这么复杂的东西，经过我的解说了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易受挫，然后做不好就生气，有大脑的机制在那里面，有一个我们过去比较少听到的腹内侧的前额叶，常听到的杏仁核在里面处理，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很少听到的腹侧纹状体等等在里面啊，干扰孩子容易感到挫折，然后呢做事情做不好的时候就生气。好，当你知道这些以后，我就会帮大家想一想方法啦，还有根据我们在教孩子的经验，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教，他们才会那个好啊。这个是导播帮大家找的一些资料，我觉得这个很棒。造成挫折的预期奖赏的理论，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过度预期，他预期会成功或预期有奖赏。结果呢？这件事情是没有的，是失败的，走这条路，结果挫折。我们要看的是这4个情绪嘛。如果一个孩子预期不会成功，或者是预期没有很高的奖赏，他没有特别或者是过度的期待，应该是这样讲。他没有特别或过度的期待的时候，当他得到奖赏的时候，很开心；没有得到奖赏，他也觉得很淡定。因为我原本的心态是对的。可是我如果一开始的时候的心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心态，600位爸爸妈妈了哦，今天赶快上来听，好，下个礼拜就寒假了，今天趁有空的时候来，下个开学，开学，我讲错，下礼拜就开学了，趁寒假的时候赶快来听一下，好，这个叫有预期的奖赏。当你有预期的奖赏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可以怎样或达到怎么样的目标，结果有奖赏的时候，你当然也会开心。可是你预期的结果是没有的，你不就是失落、失败的感觉、挫折的感觉就上来了吗？很多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比较大的孩子，就是走这一条路，他就是过度的预期奖赏，过度的期待自己。好，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之前我们在讲的那个后设认知啊，还是有一点关系，但先不把大家搞混，没有关系。好，大家就看一下这一个我们辛苦做的图，自己再去想一想。好，来再来哦。每个年龄，导播等一下哦，每个年龄都会有一些教养的小撇步。我们等一下从2岁、3岁、4岁、5岁、6岁、7岁谈到12岁，好，通通都谈。好，这些年龄的小朋友。在处理他们遇到挫折就生气的方法，其实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好，那现场有没有2、3岁孩子的爸妈？你有没有发现2、3岁很暴走？你有没有发现2、3岁做不好的时候，在那边失控，很难沟通？很难沟通。比较大的你觉得比较好沟通吗？没有，比较大你要处理他的心理。比较小的，你不知道他在暴走什么东西，好，那你也不知道，你跟他讲了，或者是你跟他建议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会发现2、3岁好像都听不进去哦，好，有没有这种感觉的？有好来有好来，太需要听了好，一直鼓励他有进步，但是长久下来又没用哦，这个真的是很无奈，所以我就说爸妈都有在教。
但是我们似乎没有找到有效的那个方法，所以我们才要开这些教养的直播，一直不断的播，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一些科普的常识，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我们在教小孩的现场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教育都怎么教？好，来一定要来听哦，好来，2、3岁可以这样子教。第一个，当孩子的情绪翻译官，你有看到重点，你要抄下来哦。这些影片在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就已经埋没在一堆其他的这些文章或者是这些东西，这些影片里面了，你根本找不到什么教养影片了，太困难了。所以我才鼓励大家，你只要有空，礼拜4就来听一听，每一集一定都会让你有一些新的收获，除非我没有好好准备。但我对我准备这件事情我是很有把握的，因为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在告诉大家，还有在整理这些东西要送给大家。好，宝宝今天有一篇文章啊，关于这个一挫折一做不好就是发脾气的孩子该怎么做。我们今天有一篇文章要放在那个我们的 LINE 的社团里面要送大家，所以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们要多来。你们要多来，你们有空的时候多来的时候，不管你的孩子是几岁，7岁的也好，8岁的也好，9岁的也好，甚至很多妈妈问我说12岁适不适合来听，我说当然适合啊，因为很多的12岁他的心智成熟度还不够啊，所以我们要赶快帮助他成熟啊。好，所以讲到2、3岁的时候呢，当孩子的情绪翻译官，很多的小朋友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真的还小，没有办法讲出自己挫折的情绪。你觉得2、3岁可以讲出自己怎么了吗？我告诉你，多半不行。那这本来就是受限于年龄。可是2、3岁有没有挫折的感觉？有，就是因为2、3岁有挫折的感觉，但是他们说不出来他们挫折的感受，所以呢，你才需要帮他讲出来。告诉孩子说，我知道你生气了，我知道你做不好，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我知道你觉得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觉得又倒了，我知道你觉得又弄乱了，等等这样子的，你要当孩子的情绪翻译官，这一招很有效。当你当了翻译官了以后，孩子把你当成同路人。好，再讲一次哦，当你当了这个翻译官了以后，孩子把你当成同路人，我们是一国的，你本来就要先跟孩子一国，你本来就应该要请孩子先把情绪放在一边，先来找找看他的队友是谁，那个队友就是你啊，千万不要当成猪队友。为什么？什么样叫做猪队友？猪队就是我们不但不当他的情绪翻译官，还常常跟他讲说，为什么这样又要哭？我都快被你烦死了，这样也没怎样，然后也要怎样。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呢，孩子会更卡关，因为刚刚讲的，在前面3个大脑的关键区域，它还没有成熟，但是他的感受跟感觉已经开始形成，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会很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暴跳如雷，失控。这就是鹿岛的2岁，难以控制的2岁 ，Trouble Two 或者是 Terrible Two 的来源，好不好？好，来这个一定要知道，当孩子情绪的翻译官，把他的感受讲出来。再来第2招，让孩子去观察大人的表情。你说老师这个是在教什么？好，你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啊，他事情做不好，譬如说我举例来讲，他在看一本故事书的过程中，然后在看的那个过程中好，我们可能在讲的时候，我们想要慢慢讲，或者是一页一页讲，好好的跟他做亲子共读的这个动作。可是你会发现孩子很猴急嘛，这个年纪本来就这样，这是正常的。孩子会急，孩子会不能等，会一直翻。一直会想要往后，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按赞或者是按其他的表情符号，让我知道。老师，对我家就是这样，在看的时候就一直这样，一直翻，然后我就跟他等一下，还没有，是这一页，你这里妈妈还没讲完，然后你会发现他就一直翻，一直想要控制。好，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阻止他，你就会发现他觉得被你阻止了，或者是他觉得被你说不可以怎样。他就会开始挫折，然后就开始有脾气，就会开始有情绪。你说王老师讲的情境对不对？
好，1岁多也是这样啊，哦，Jenny 你说是这样子啊，对嘛，好 ，Lisa 你说对嘛，好，彭华妈妈你说对，没错就是这样嘛。那他有情绪的时候啊，我就会引导他，我就会跟他讲说，来你看爸爸，你看爸爸，我就会跟他讲说，那我会跟他讲，请你观察我，然后呢，这个时候再跟他对话说，慢慢来，我们要翻过去，我会让你看，好，可是还有他引导他看我的表情，而不是引导他一直在看这个翻不过去的那个书，因为被我们限制，他翻不过去，然后结果他那边弄到 keep up， 为什么？因为他焦点在人身上才对，而不是在这个东西上面。他的小孩的焦点如果一直在他做不好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他会更崩溃。小孩如果你引导他来观察我，其实是淡定的情绪，写下来哦。引导小孩看大人什么？5个字，淡定的情绪。淡定的情绪，他也在参考你淡定的处理方法。但是如果小孩一直停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过不去的时候，他就会情绪越升越高。所以，请你写下来这5个字，请给小孩看什么？淡定的情绪。所以你不要跟孩子一起急。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的时候都做得很好，但是当日积月累，然后孩子都一直是这样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不能的时候就生气的时候，我们最后也会俩起来。我这个我相信，但是我就是提醒你，让他观察你的表情，淡定的情绪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对小孩的2个很重要的配合。好，一定要记下来。我都讲得很短，但是我都是帮大家挑重点。不要把大家搞混，或者是讲的啰里吧嗦的等等。再来，4、5岁做不到或做不好就哭闹跟生气的有没有？好，做不到或做不好，就生气的有没有？我告诉大家，还是很多。我不瞒大家讲，我有很多的幼儿园老师的好朋友，甚至都跟我分享，他们在带班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就是这样，4、5岁刚好小班、中班的这一个年龄，很多的小朋友都还是这样。你说刚才讲2、3岁，好像还蛮合理的啊，4、5岁还这样，不止嘞。等一下讲到后面的时候，也还都是这样，然后慢慢的会牵涉到挫折容忍度很低的小朋友就会开始形成了。4、5岁做不到就哭闹的第一个小 paper， 要教孩子正确的解读他人。为什么？很多4、5岁的小朋友，4、5岁以后，一个东西开始发育，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从4岁多了以后，一般来讲，在过去讲4岁半左右，但问题是我们发现现在的孩子可以更早教。因为同理心，如果你要广义的跟狭义的其实是不一样。如果你要把观察别人、模仿情绪这些东西都把它算进去的时候，那当然可以更早教。那这更早教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一跨入4岁的时候，就要教孩子正确的解读别人。你觉得他是在生气，还是他在笑？他是在开心，还是在难过？他是在骂人吗？还是他是在说话？还是他在怎么样？这叫教孩子正确的解读别人，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刚才从大脑的模型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孩子由于大脑上面的不成熟，他对于人家的意思、语义、语气，或者是人家现在想要干什么等等的，他们都还没有很成熟。结果这些孩子可能又带有一些敏感，就造成解读别人的错误。当一个孩子常常解读别人的错误，他就很容易受挫，然后就很容易有情绪。所以要教孩子正确解读别人，看到重点要记下来哦，不然的话你就等一下要把古再看一下，不然的话你会忘记老师在这一段的时候讲什么。所以我才会希望说大家在礼拜4的晚上啊，有空的话就来听听看，教人家正确的解读别人。好 ，OK， 对啊，同理心啊，好，李柔柔说同理心，你可以写一下4岁以后要开始教，要大量的教同理心，好，来，那你们都说什么同理心是大孩子，我说同理心这4岁就可以教了，怎么会等到大孩子才教呢？那样也太晚了吧，那样子太晚了，好，来 ，Hello， 邱敏敏晚安，还有要进来的赶快听，好，再来第2招，
让孩子有信心，然后可以去模仿。这一个我不讲，你还真的听不懂这是在讲什么。好，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陪伴，对不对？我们陪在旁边，他已经先爆炸了哦，我们常常要给孩子一些安心话语。这里今天要教的安心话语又不同。今天要教的安心话语是跟孩子讲说，没问题，爸爸在，这个我会哦。好，没问题，妈妈在，这个我来帮你哦。好，或者是没问题，老师可以哦，来你来看我做。好，对于这种挫折就爆炸的这一种小孩，他很需要有一个很强的那个陪伴者，能力很强的陪伴者，让他先安心的去模仿。所以当你在带领这一群孩子的时候，你常常讲出这种我陪你，但是不要让孩子觉得说，陪我这个人好像也不会，好，陪我这个人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办，陪我这个人其实他感觉他也很慌张，陪我这个人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困难跟解决问题，或者是陪我这个人一直在叫我什么，叫我不要生气，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做到有信心的模仿，去处理这个挫折跟困难的。好，所以这个讲起来，其实你说教养真的很深奥哎。对啊，这样讲都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你们再回去再看一下我讲的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有很深的道理。好，所以要让孩子有信心去模仿，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展现有自信，然后让他觉得你的陪伴很安心，你的陪伴不是一直在督促我或者是催促我。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招要让孩子觉得很安心，你要怎么样让他去引导？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挫折容忍度啊，或者说是情绪的绘本啊，好，比如说这一本我觉得还蛮好的啊，今天帮大家挑书，大家可以去翻翻看，要怎样才能让自己不生气？这是一个情绪的一些管理的一些小故事，一个恐龙咆哮的一个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东西一直倒，然后结果他就一直在那边生气呢，呼吸越来越快呢，那他该怎么办呢？很适合今天的故事。好，另外一本是输了也没关系，没放弃比赢还要更重要。两本刚好都是恐龙的，如果你的小朋友喜欢恐龙的话，你可以来挑这两本。这个是教得失心，然后这个是教处理情绪跟感同身受。好，那情绪的这些表达，还有解读的那个能力，我当然还是推荐为什么不能等一下，跟为什么不能想怎样就怎样。从4岁以后开始教同理心，这些都非常重要。如果你要教孩子如何处理一些挫折，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办，也推荐会想办法的球球，慢吞吞英雄。你看我在副标里面呢，这一本书的副标就是写会想办法的球球。有没有一本书在教孩子会想办法呢？在这一本书里面教好多孩子啊，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卡关了以后没有关系，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再去开始想办法。所以这跟前面大脑的模型很像。很多的孩子一遇到挫折的时候，情绪先启动了以后，结果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可以来看慢吞吞英雄，会想办法的球球。好，所以今天呢，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些连结。我们加入我们的教养的 LINE 的社团啊，除了可以拿到我今天整理的文章，你可以慢慢看。因为有些人说直播来不及啊，然后老师讲太快啊等等，你可以慢慢看。你可以待会可以去加入我的 LINE 的社团，然后还可以拿到这一些我推荐的这些书单。好，不好？再来6、7岁做不好就生气。来第一个小 paper。好，多陪伴建立成功的经验。第一个成功经验非常重要，但是第一个成功经验不是直接就把字写好。我提醒大家，对于6、7岁刚在学写字，刚在转换环境、适应新的环境、入小学或者是大班生等等这一群的小朋友，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带着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进步，那就是建立成功的经验。如果我们的陪伴都把成功的经验放在做好这件事情，那反过来孩子做不好的时候就生气。所以在过去有一个统计很有趣过去在国外有一个统计就发现有一个研究有一个统计就发现
台湾的孩子是最怕失败的，台湾的孩子是最怕失败的，这个现象我觉得不好。你说大家都想赢啊，当然怕失败啊等等。我觉得如果你怕失败的时候啊，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会在失败的时候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很多的孩子有情绪失调，很多的孩子有情绪失调，好，所以这个建立成功的经验是教孩子看到进步，是教孩子踩出第一步，而不是教孩子只要看到结果。如果你教孩子都只有做好的时候才奖励，或者是做好的时候才告诉他你很棒的话，那孩子做不好呢？你想想看，最后会变成怎样？最后会变成怎样？第二个，好，写下来哦，这些重点有看到要写下来哦。第二点，导播，第二点，好，真诚赞美做得好的地方，孩子很敏感，你到底是不是只是随便说的，或者说你是真的在赞美他的，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出来，所以要真诚赞美他做得好的地方。好，这个是态度的问题，这是有没有好好跟他谈的问题，这个孩子可以感受得到。6、7岁以后，我不要讲说9到12岁，或者是8到12岁，都一样，都要开始这样子，多陪伴，建立成功的经验，真诚赞美做得好的地方，写下来，这些笔记都是留给你自己看的，因为你在下面留下笔记的时候，这一支影片比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让你找得到，不然的话绝对找不到了。好，不信的话，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你们应该知道这些影片在明后天的时候通通都不见了，我觉得这个超可惜的，就超可惜的。再来8到12岁做不好就生气的小撇步哦。好，来，好，第一个教孩子学习肯定自己，看到自己的优点，写下来。教孩子学习肯定自己，看到自己的优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好，你就回答会或者是不会。你家的孩子会不会说出来他自己的优点是什么？就只要回答我会或不会。来，你家的孩子会不会回答自己？你家的孩子会不会讲出自己的优点？会或不会？来，会吗？你家的孩子会讲出自己的优点吗？要练习。教孩子要学着讲出自己的优点或者是进步点，这就是肯定自己的第一步。第二点，好，来教孩子定合理的目标，不要错误的预期哦。我们刚才从大脑的模型里面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啊，在大脑里面他可能会有一个就是预期的一个心理，或者是过度预期的这种状况，最后达不到的时候，就会很挫折。这时候我们就要教孩子定他的目标啊。譬如说，很多的孩子跟你讲说，妈妈，我这一次一定要考到英文，一定要考到98分。好，一定要考到98分。好，那当然自己有定一个目标，这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行为了。对，可是你发现有些孩子，就算他定了98分，他这次也很认真的念书，结果他还是考不到98分啊，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挫折感就随之而来，很挫折，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挫折。你说我讲的对不对？这个这是在哪一关就出了问题？在前面在定目标的时候就有问题。你说定低一点吗？不是，应该要跟孩子稍微再讲一下说，可是有一种可能哦，有一种可能哦，很努力、很认真的时候，还是可能考不好，还是可能考不到98分。原因有什么？有可能因为考试的题目可能会太难啊，或者是前天晚上太紧张了，结果没睡好等等这样子的。好，要把孩子那个过度的预期这件事情啊，开始跟他讨论，开始教他，这就是大孩子啊。开始变得比较大了以后，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教比较大的孩子要的这些能力啊，定合理的目标，不要错误预期啊。所以这是8到12岁，你说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好，那情绪上面的这些绘本啊，有教大家在为什么不能想怎样就怎样，跟为什么不能等一下啊，这两个里面附的桌游啊，大家可以拿出来给比较大的孩子一起玩。譬如说6岁以上的孩子，我觉得就非常非常适合，6到9岁都还很适合这2本书里面的情绪桌游，附的情绪桌游，大家记得把它拿出来玩哦。好，来，那其他的状况，
其他做不好易怒的其他原因，我快速讲一下，但是这个大家也要小心跟注意哦。一种是注意力缺损过动症 （ADHD），一种是亚斯伯格症候群 （AS）。好，第三种是孩子有可能有语言表达上面的这些障碍。第四种是孩子有社交性的发展障碍。第五种是其他的情绪障碍。好，这些是除了教养跟天生的一些小小的情绪失调以外，可能会造成孩子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就易怒，你要好好的观察哦。你要好好观察哦。好，今天讲了这么多，你说是不是获得很多呢？好，来，他们后面有没有那个连结啊？他们应该还有吧？好，他们没有给大家那个 LINE 的那个连结，是不是？没关系，大家就加入天才领袖。大家就去加入天才领袖。好，今天要送大家一篇，就是遇到挫折就生气的这些文章。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下一个结论：孩子遇到挫折就生气，爸妈应该要怎么做呢？好，从大脑科学里面我们发现3个关键。你有空的人跟到最后的人，你就要把它抄下来，这些都是你可以拿出来教孩子的很重要的方法。第一个，教孩子不要把焦点全部都是放在做得好跟做不好，应该要引导跟陪伴他怎样遇到挫折了、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来解决问题。譬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讲说，我们一起来想想看该怎么办。所以，如果孩子会纠结在做好跟没做好的时候，不管是穿鞋啦、小至穿鞋、穿袜等等这么小的事情，穿衣服，然后呢，到比较大的孩子的时候学写字啊，或者是学习啊过程中，然后常常自己因为做不好而很挫折的时候，你不要让他把焦点放在做得好跟做不好，你要引导他跟陪伴他，把焦点放在什么？解决问题，写下来。引导孩子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关键哦。那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先同理孩子的情绪，然后呢，再来沟通挫折的事情。再讲一次，先来同理孩子的情绪，当孩子的情绪的翻译官，然后再来讨论挫折的事情。尤其是0到6岁，一定要这样子做，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什么？我们大人在教的时候，这就跟教养很有关系了。我们的教养习惯要开始做一个改变。从听完这一集以后的明天、后天、大后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个改变。大人不要只有告诉孩子哪里做不好，大人不要只有告诉孩子哪里做不好，大人要告诉孩子哪里做得好。只要我们改变了这个教养的习惯的话，那就可以帮助孩子对自己有正向的评价。就可以帮助孩子对自己有正向的评价。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呢？好，希望今天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大家听听看我后面的3个结论哦，我认为对大家的教养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